你好，李达。2年前因为工作接触到一个已经订婚的同事，哎，我们聊天聊地聊万物，聊着聊着就有个感情。那能没有吗？聊万物了，万物生了呀，生感情了呀。我那个时候想，他会和订婚的女朋友分手的，会和我在一起的，但人不会轻易放弃已经渐入佳境的稳定生活。那也不是啊，会轻易放弃的。只是没有轻易为你放弃啊。其实轻易放弃也大有人在啊。在临近重大抉择的时候就会退缩。他俩订婚后吵架闹事儿不胜枚举，他的感情不顺，自然就会来找我，给我点燃了很多暂时的希望。我一边被点燃，一边更失望，失望的多了，就开始接受得不到的局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哎，我其实是不是这么做就行了？把这个脸这个黢黑一半黑，我这样不就亮了吗？整的跟那个阴阳脸坏人似的。自然来找我，给我点燃了很多暂时的希望。我一边被点燃，一边更失望，失望多了就开始接受得不到的局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扮演了一个温柔的倾听者。这个时候，另一个男同事 B 对我发起了猛烈的追求，犹豫的答应了，也想有个新生活。我和 A 也就结束了。这件事情给了 A 冲击，他开始不断的逼我，问我如果他愿意和女朋友摊牌，我能不能保证可以坚定的和他在一起。我没有答应他，算你还是有可取之处，不错。那个时候理性考虑和这个人走进婚姻，我也受不了，但我们还是保持着亲密的关系，有可取之处，但是不多。A 可能没有想过有这个可能，所以出了一些精神上的问题，骗你假的。后来 B 知道了这件事，但他选择了原谅我。过了1-2个月，3个人的猜忌让我累了，就和 A 结束了。虽然心里的感情还在，但我觉得他如果有了正常人的生活，就不会轻易再回头了，所以就劝他让他尽快结婚，放弃对我的希望。半年前 B 很想和我结婚，我当时做不了决定，被逼久了就想逃跑，慢慢感情就散了。就这样，我开始怀念 A， 回去找他，他也原谅了我，愿意和我继续。可是我偶然得知 A 的妻子怀孕了，这个时候换我接受不了了，怀疑 A 其实不爱我。终于发现了。A 心里越愧疚，就对我越好，但他心里又有道德的鞭笞，所以也在同时把我往外推。我被精神控制般痛苦，努力了很久，慢慢把这份感情的位置越放越低，我退他进，我进他退。当他害怕我离开的时候，就放低姿态，无底线的对我好，想离婚和我在一起，以至于开始需要药物、睡眠和对抗焦虑情感。可时间久了，我真的放不下我真的放下了。上个月我告诉他，我真的要结束，我要过正常人的生活。我知道我很无情，可友情是错的。在这个单位里，捕风捉影也是有的。捕风捉影是这么用吗？这是捕风捉影吗？这不证据确凿吗？又开始给我乱用成语。考你们一个，空穴来风怎么用？我不想再沉浸在泥潭里了，我也不想经受道德的谴责了。他现在很痛苦，这让我内疚自责，让我觉得我不是人。你不是人，你是人才，姐们儿，你不是人，你是一个人才，让我觉得我不是人。可我们不能就一直这么错下去吧？我26了，得面对生活了。他16也得面对生活呀。我做的应该是对的吧？对，你别内疚了，别搁那儿觉得自己不是人了，就更对了。真的该画句号了吧？你问我干什么？你问的我心里都毛毛的，又犹豫了又留恋了又觉得有一点小火苗不应该扑灭了他会出事吗？
在他现在的情绪崩溃之下，时间久了，他会好起来吗？我到底是不是人呐？你是呀，你不光是人，你还是人才。希望你能帮我拨开云雾，这个用对了啊，不是拨云见雾，拨开云雾，这回用对了，看清楚事情的真相和我自己的真面目。谢谢您，不用客气。你就是那什么，姐妹儿，就之前啊做错事了，行错路，踏错步，很正常。人活在世界上就是会犯错的啊，你就是做错事了，及时止损，任何时候都来得及。现在停就很好，不要再想了，你管他呢。这怎么发出了这么灵魂的拷问？我到底是不是人呐？我的天，你要干啥？变形了你要？现原形你要？还在他现在的情绪崩溃之下，时间久了他会好起来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嗯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关心自己啊，管好你自己，关心自己会不会有事儿？你管他呢？你管不了啊！咱们没有诅咒任何人的意思啊！我也希望他最后能那个什么一点啊，正常的生活就完事儿了。他就算是这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嗯，跟你没有关系啊。26，说26个要面对生活，是抓紧吗？别太把这个什么精神什么，哎呀，什么这东西都特别那个什么。你要是真的不放心哈，姐妹儿，你这非要正好觉得自己是不是精神怎么出问题，你去医院你确诊一下去。你要不去医院的话，你就别往这边想啊，能咋的呀？你好好上班吧。不是人，真服了，真吓人。这不会是他说你的吧？不会是他这么骂你的吧？说你离开我，你可真不是人。他不是这样，他送了你一句临别赠言吧，让你这样苦苦的拷问自己，不是吧？这怎么老说自己不是人呢？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啊，有可能。感觉就是这男的就说，我现在每天不吃药睡不着觉，然后我现在每天得对抗焦虑的情感。我为了你，我要离婚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啊，我老婆怀孕，我不在乎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啊？什么？你要离开我？你可真不是，有可能这么说了一句。你别理他，你别理他。我和男朋友恋爱3年2个月了，3年2个月，挺久了。我们是童年好友，重逢后在一起的，青梅竹马。虽然我们生活在2个地方，他在老家县城，我在市里，相隔2个小时车程，但感情真的很好，经常见面。他曾经是小高富帅，小高富帅是不高的意思，还是说不是很富的意思？应该是不是很富的意思。小高富帅啥意思？年轻的高富帅，家庭优渥啊，长得真的是帅到没边的那种程度。当然了，我也不赖。
头像呢是在一个泳池边的那么一个背影的一个剪影，看不看？确实有点看不出来。当然我也不干啊。但后来父母离婚了，啊，啥意思啊？哦，那男孩，哦，男孩的父母离婚了，然后妈妈过世了，他成了无青年，无房无车无存款无驾照无人管。我和他恋爱第1年过年的时候，是我主动推进关系，带他见了爸妈，他也见了家人。我父母没有反对，也没有支持。我爸提出2个要求，让他来我的城市工作，以及努力买房。他虽然答应了，但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。第2年，我让他来我的城市工作，我承担一切起步开销，我帮他也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机会。我想让我爸觉得他在为我们的未来努力。可是他始终不愿意离开老家，说想离妈妈近一点。第2年下半年又谈及结婚，他说现在他家情况更是不容乐观，爸爸生意也不好做，和后妈也在闹离婚。我觉得他没有一点规划，甚至没有结婚意愿，于是放狠话说不结婚就分手。他妥协了，主动找他爸，他爸要求请个媒人上门聊聊，在2家见面。我们这儿没有彩礼的这个说法，我家也没有要求，所以没有什么压力。结婚他爸说没有中间人的话自己上门谈，我爸不同意，然后他就说算了，叫我以后别再提这事儿，只想好好工作，过好当下，觉得当下状态也挺好。年底他说不去我家，而我爸妈也开始反对我们在一起了。哎呀，因为结婚的事闹分手，最后还是妥协了，我真的舍不得他。可是我们双方家人都以为我们已经分手了。第3年我在忙着装修我的房子，是我爸妈给我大半付的首付，几乎都是他休息时辛苦跑来找我。车程2个小时，有什么辛苦的？坐2小时车，好辛苦啊！找你来谈恋爱有什么好辛苦的？这怎么理解世界的，朋友们？2人谈恋爱，说要见面，说这事儿是辛苦的一件事儿，那还谈个屁，别谈了。所以见面，哎呀，好辛苦啊，那还谈什么谈？辛苦就别谈，难办就别办。这有什么辛苦的？这1年我们的感情更稳定了，也可能因为之前闹分手，彼此更珍惜了。他虽然没有存什么钱，但对我很大方，发工资了都会给我转账，让我又看到了结婚的希望。但事实是，只要不提结婚，一切都好。我又问及他对未来的规划，他说没想过。他说这辈子可能都不准备结婚了，这不想挺好吗？这人家就规划好了呀，你不接受，人家就规划的蛮好的，人家这辈子不想结婚。我有点崩溃，我知道他是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觉得自己没资格去我家谈。你又觉得了，可我要的只是一个态度，你不想给你这个态度。哪怕他去我家给我爸妈表态画大饼，说一句我会努力，我都愿意等。人家不会啊，为啥要说？也愿意陪他一起努力，可他只想等一切都准备好再说。但我认为婚姻从来都不是准备好了才能做的事儿。年底我就32了，每次被家里各种催到耳朵起茧，我都一直拒绝，压力很大。我其实不怕催婚，我只是怕我等不到和他一个结果。你不用怕，一定等不到啊，别怕了。这次我提了分手，他连夜跑来求我复合，这回应该又挺辛苦了吧？哎，坐2个小时车，连夜过来求你复合，好辛苦。但我没见他，他说等到今年年底发个年终奖后会跟我家表态。可是我已经等了3年，再等就是4年了。我想立即回家表态，然后现在就僵住了。我们断联了好几天，我每天都在痛苦中挣扎。我知道他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才变成这样，从小缺乏父亲的榜样，母亲又过度保护。这都人均都是心理大师，人均都是精神分析师。哎呀，全都是弗洛伊德转世，就是弗洛伊德每个人都给你们就注入了一点灵魂啊，真传全在我国，都在小红书上给我写信呢啊，这又让你分析出来了。
他在生活上对我无微不至，我们互相依赖，但是一遇到困难和大事，他就逃避责任，像个长不大的孩子。道具，牛肉干，牛肉干。肯定是帅，帅的没边儿了嘛，人家都说肯定是帅，帅肯定是帅。像个长不大的孩子。我想要的其实很简单，只想他跟我回家，给我个承诺和规划，这简单呐，这简单呐。你想要的东西翻译过来，叫做一个确定的未来，这简单呐。全世界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东西，就是一个确定性的未来，没有一个人能得到。你想跟这个长不大的孩子身上要一个，你说你想要的很简单，不简单。You are not simple。但他连这点都不愿意，他没能力呀，他总是想等什么都有了才愿意去，等 VP 呢，对吧？就是我说过的那种，以前说过，是契诃夫特别爱写的那种人，就是彩票都不买，等中奖，就这种，等 VP，等中奖，但是连彩票都不买，就这种等呢。现在我陷入了僵局，是再给他一次机会，等到年底。你干啥呀？你也相信奇迹了？这雷也得劈你啊！我的天哪，这人被雷劈中一次的概率本来就很低了，还得连劈2个，你也要相信奇迹了？现在，我害怕等下去又是失望。怕什么？肯定失望啊！但是我又舍不得他，舍不得我们的感情，每天吃不下睡不着。工作也不能投入，好痛苦。但我真的超级需要他，我需要他给我提供能量。我每次看到你的直播切片，也能给我带来好多积极的能量。我目前真的很焦虑，很迷茫。你以后多看点直播呗，切片你加量啊，把这个直播切片不是很多吗？你加量，你把这个量上去，然后把它的量调下去，这样行不行？哎，我非常不愿意这样说揣测别人啊，姐妹儿。但是呢，你还好像是一个非常难以唤醒的人了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啊，我没有说这个男孩不好啊，我也没有揣测人家多坏，我就是假设一种情境，姐妹儿，就是说，一个男的一直被自己的女朋友逼婚，逼了1年又1年，逼了1年又1年，在此期间经历了父亲的破产，母亲的过世，然后这女生一直逼他，然后这男生也没有说要分手，这男生就说等我好起来我们在一起。有一种非常可怕的未来的可能性，我没有推测，我没有说这个男孩不好。等他真的好起来了，他看到你的时候，全部都是痛苦的回忆。他真要是好起来了，他不会想跟你在一起。啊，一种可能性，一种可能性。别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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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等呢？这等不着还则罢了，真让你等着了，你受得了吗？别等了。你要真的爱他，真的想跟他在一起，你就为什么非要这个结婚呢？你就先不想这个结婚的事儿。第二，
你不就是爱他吗？你觉得他能给你提供能量？行了呀，一个人仅只是用活着就能给你提供能量，还要怎么样？这不就是爱吗？可以了，你就爱他，不要逼他结婚，然后你就好好工作，好好赚钱，你不要管人家怎么样，奋不奋斗，上不上进，承不承诺，规不规划，你管人家呢？人家活着，那个帅脸一出现，你就充满了能量，你还要干啥？你已经是万里挑一的好运的人了，明白吗？这个男的固然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吧，我也不想讽刺他了，我现在主要是解救你啊。你要是真的有爱情的话，你为什么呀？为什么非要逼他跟你结婚？为什么？你好好自己赚钱，然后好不就行了吗？你想想你有多幸运，你姐们儿，你可能不知道你有多幸运，这多的是在一起，一扭头看着自己老公就往这头一看，看着自己老婆就感觉能量被抽空的那种，多的是。你只要一看到他就觉得充满了能量，还要怎么样嘛？你就让他美美的活着呗，你好好的该干嘛干嘛呗。为啥非得给他赶走啊？为啥呀？我这好费解呀！啊，能理清吗？我说的两件事儿，这事情是复杂的。第一就是我觉得是吧，不能非得结婚。第二呢，你觉得你要跟他等，你真未必能等到一个多好的结果，你就天天这么逼他催他。你等吧，你等他真的飞黄腾达了，你试试，可能给你一个惊喜。怕失去啊，想抓住啊，不甘心呐、抓得住吗？嗯，爱情好像流沙，抓得住吗？不甘心，不甘心，不甘心怎么办？这太真实了，人到40，好像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多红事了，身边都是白事，而且都是很突然的来的，怎么办？开始习惯呗，怎么办？这个就叫做衰老，生老病死，太真实了。我现在是每年身边都得走几个。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快。蛋呐，总有些钝刀子割的不知道是自己还是别人的肉。我的感情清淡到有点古早，太素了。我们和你差不多大个年纪，我老公是我大学同学，我是他初恋，他是我名义上的第3个男朋友。读书的时候他对我有好感，知道我分手后就追我。被他形容为这是他最勇敢的事儿。他一直比较敏感，不太自信，总是逃避问题。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吃牛脆脆，但后来异地恋，他告诉我他不能接受我第一次吃牛脆脆不是和他。我要求分手，他说他以后不提这事儿了，但自那以后就不怎么吃了。加上都没太多经验，他也不太行。后来我也不怎么表演吃牛脆脆的快乐。这姐们文笔挺好，不怎么表演啊，你辛苦了。逐步发，什
什么逐步发展为婚后1年有1次就不错了。我们的娃2岁了，很可爱。我们谈了5年，结婚也快9年了，中途什么意思？谈了5年，结婚也快9年？哦，我的天！中途无数次我想分手，去过上正常的吃牛脆脆的生活，都因为觉得他除了这各方面都挺好，就算了啊。还有啊，还行啊，好，还有一些不能念的，就是又那个有时候觉得我逐步已经不爱他了，比如他要我亲亲抱抱，我都很勉强。他经常悲春伤秋，觉得人生总在等待。带娃的时候经常玩手机，等待啥呢？等待喝多，没什么朋友，也不愿意出去玩，还跟他爸说他的婚姻问题是无法驾驭。我得知后心里真是10000匹马奔过啊！他说这个他老婆是个好马，但是他没办法驾驭。我得知后心里真是10000匹马奔过。什么马？我大体上是焦虑型人格，一直在逼自己前进，感觉它像蜗牛，柔软，但是有个硬壳，你一敲它就缩进去了。我觉得我们这种情况主要是心理问题，但是这些年他拒绝做心理咨询，定期深度聊天啥的也总有理由说累了，做不了几次，聊天也累了。过年期间，我甚至主动开房约他，他十分的感动，但后面也就那样了。他也不会想主动的办法，可是我想呀，但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三观太正了，我总想离婚，正儿八经的去过上正常的生活。有的时候觉得他能量太低，不肯解决问题；有时候自责是自己在按自己的想法强求他沟通。毕竟10多年的问题积重难返，纠结痛苦，也不想伤害孩子。PS， 我会多下单牛脆脆的，祝小卖部生意越来越好。你这个 PS 就有点奇怪，你还多下单上？行吧。哎，姐们儿也是，那咋办呢？这种问题，这没辙呀，是吧？也不愿意改变，显然你也接受不太了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可能会越来越悔恨、后悔啊，是吧？觉得自己哎，大好青春都被浪费了，会不会？对吧？可能会很痛苦。咋办呢？怎么办呢？他买了，我说不能念，就是他买了，还上链接，饶了我吧啊！放过我吧，好不好？姐妹儿，我估计你这事儿麻烦难办，分了吧，难办啊！不然你将来后悔，你这别再过几年感情更那什么，一塌糊涂。分了吧。感谢。
它不是物理手段或者朋友们不是物理手段或者化学手段的事儿，是个心理的事儿。你们怎么都找不着症结呢？不是物理的事儿、化学的事儿、生理的事儿，心理的事儿啊。不然我也不是这么非得劝人分手，我其实不太爱劝人分的。不行，分开。我这是心理的事儿，心理有问题嘛，你就去治疗。不愿意，那咋办呢？那就只能分开。也许就是认真的谈一次分手，可能能让他面对这件事是个事儿。他现在是稀里糊涂不愿意面对，姐们儿啊。